上一世，我不顾父母反对，嫁给了家徒四壁的顾晨。为了支持他创业，我变卖嫁妆，还把他那个瘫痪在床、大小便失禁的妈接来伺候了整整10年。后来顾晨创业成功，成为首富，闺蜜陈瑶却极度的发狂，趁我生病住院，拔了我的氧气管。她说，要不是我当初死皮赖脸占着茅坑，陪顾晨吃苦，以后享受荣华富贵的人就是他。在睁眼，我回到了和顾晨的婚礼现场。顾晨先生，你愿意娶江宁小姐为妻，无论贫穷还是富贵？我不答应。礼堂大门被推开，陈瑶穿着一身比我还隆重的白纱裙冲了进来，直接扑通一声跪在顾晨面前。我看这架势，心里冷笑，看来重生的不止我一个。陈瑶也回来了。顾晨哥，你不能娶她。江宁她是娇生惯养的大小姐，她根本吃不了苦。你家里那个瘫痪的老娘，她伺候不来的。瑶瑶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今天是我和宁宁的婚礼。顾晨哥，我知道你是个孝子，你娶媳妇就是为了找个人照顾咱妈。江宁她连袜子都不洗，怎么可能给咱妈端屎端尿？我不一样，我愿意，为了你，我愿意去你家，每天给咱妈擦身子、洗尿布，我什么苦都能吃。台下的宾客一片哗然，都像看傻子一样看着陈瑶。但我知道，在他眼里，他抢的不是一个穷光蛋，而是一张通往首富夫人的入场券。前世他总觉得顾晨能发财是因为命好，觉得我能当首富夫人是因为熬走了老太婆。既然他这么想吃屎，那这碗热乎的，我必须成全他。陈瑶，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顾晨现在欠了一屁股债，他妈还瘫痪在床，医生说随时可能要一大笔手术费。你抢着嫁给他，是要去跳火坑吗？我故作为难地看着他，实际上是在给他最后一次确认入坑的机会。陈瑶果然上钩了，他一脸轻蔑地看着我。什么火坑？那是你不懂顾晨哥的潜力。江宁，你就是嫌贫爱富，你根本配不上顾晨哥的深情。像你这种只能同甘不能共苦的女人，根本不配当顾家媳妇儿。瑶瑶，没想到你对我这么情深意重。顾晨这个软饭男感动的眼圈都红了。他本来就对我那个强势的娘家颇有微词，现在有个傻女人主动送上门当免费保姆，他当然求之不得。顾晨，你也觉得陈瑶比我更适合你吗？宁宁，你也看见了，瑶瑶确实比你更懂事，更适合过日子，而且我也舍不得让你去我家受那个罪。把找免费保姆说的这么冠冕堂皇，我心里都要笑出声了，脸上却还要挤出几滴眼泪，装作痛心疾首的样子。好，既然你们是真爱，那我成全你们。真的？你肯退婚？当然，不过既然你要接替我照顾顾晨和他妈，有些东西我得交接给你。我转身从伴娘手里接过一个厚厚的笔记本，还有一串油腻腻的钥匙，郑重地塞到陈瑶手里。这是顾晨老家出租屋的钥匙，还有这一本是我这几个月去医院学来的瘫痪病人护理日志。咱妈每天凌晨4点要翻身，早中晚要各抠一次大便，因为她便秘得用手抠。还有顾晨创业压力大，心情不好会摔东西，你得忍。这些你能行吗？陈瑶死死抓着那个笔记本，哼，这点苦算什么？江宁，你就是太矫情了。等顾晨哥以后，哼，反正你以后别后悔。我不后悔，希望你早日成为顾太太，哪怕每天抠屎也要笑着活下去。我一把扯下头纱扔在地上，转身就走。陈瑶喜滋滋地捡起头纱戴在自己头上，挽住顾晨的胳膊，仿佛已经看到了自己坐在劳斯莱斯里数钱的画面。傻瓜，上一世顾晨能成功，是因为我爸给了他3000万启动资金，是因为我用我的人脉帮他铺路。这一世没有我，他就是个只会打老婆的废物。陈瑶，你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。宁宁，你疯了！这么好的婚事，你就让给那个狐狸精了？那顾晨虽然现在穷，但他长得精神，看着像个潜力股啊！妈，什么潜力股？那就是个垃圾股！赶紧打电话给爸爸，让他把准备给顾晨创业的那3000万冻结了，1分钱都别给啊！为什么？因为我要把这钱投给那个真正能让我当上首富夫人的人。我目光看向角落里那个一直默默注视着我的男人陆川。婚礼现场乱作一团，我妈看着我退婚退得这么干脆，心里有点发慌。宁宁，咱们这么做是不是太绝了？万一顾晨以后真发财了，咱们不是亏大了？妈，你就放心吧，他发不了财，那是火坑。陈瑶想跳就让他跳。顾晨站在台上，脸色铁青，手里紧紧攥着我刚刚退回来的戒指。陈瑶早已迫不及待地把自己那枚廉价戒指套在手上，换了一副楚楚可怜的表情，朝着顾晨走去。顾晨哥，你别难过，江宁他不懂你的好，那是他没福气。虽然我没有江宁家那么有钱，但我有一颗陪你吃苦的心。说着，他挤出几滴眼泪，甚至主动抓起顾晨的手放在自己心口。从今天起，你的妈就是我亲妈，我会像对待亲生母亲一样伺候她。我知道你创业缺钱，我这就回家把我的嫁妆还有我爸妈的养老钱都拿出来支持你。只要咱们夫妻同心，以后什么都会有的。顾晨本来一脸嫌弃，一听到养老钱和伺候妈，眼神瞬间变了。他上下打量了一下陈瑶，像是在估算一件商品的价值。你真的愿意把养老钱都拿给我，还愿意去伺候我妈？我愿意，为了你，我什么都愿意。顾晨立马收起了那副死人脸，把原本准备给我戴的项链随手挂在了陈瑶脖子上。好，既然你这么懂事，那以后你就是我顾家的人了。正好我妈该换尿布了，你现在就跟我回家吧。陈瑶感动得痛哭流涕，觉得这是顾晨对她的认可。谢谢顾晨哥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顾晨甚至连婚礼的仪式都懒得走完，直接拉着陈瑶就往后台走。陈瑶不仅没觉得委屈，反而还得意地回头瞪了我一眼。
回到家后，他立马发朋友圈跟我们炫耀，看见没？这就是真爱。顾晨哥把传家宝项链都给我了，还让我立马回家见婆婆，这说明他早就把我当自家人了。有些人啊，就是没这个命。陈瑶的尾巴都要翘到天上去了。我看着他发的那张传家宝项链的照片，差点笑出声。那是顾晨在地摊上10块钱买的塑料货，上是我过敏带不了才扔在那的，没想到被他当成了宝。而在他这条朋友圈下面，顾晨的回复更是意味深长。既然进门了，就好好干活。陈瑶却秒回了一个爱心。老公放心，我一定把咱妈伺候得舒舒服服的。新婚之夜，我独自坐在高档公寓里喝红酒，陈瑶却给我发来了炫耀视频。视频里，顾晨那个破出租屋贴满了大红喜字，陈瑶穿着那件某宝9块9的红睡衣，一脸娇羞。宁宁，真不好意思啊，顾晨哥太猛了，非要今晚就跟我造人，说是要升个足球队继承家业。哎呀，豪门阔太的任务就是重啊！我冷笑一声，顾晨那方面不行的毛病，上一世我是给他治了5年才好转的，现在他恐怕只有在那方面不行的时候脾气最行。果然，视频还没挂，我就听见那边传来顾晨暴躁的吼声：“拍什么拍？这都几点了还不睡？对了，你带来的那张卡密码是多少？”老公，那是咱爸妈的养老钱，你说要用来创业，密码是你的生日。行了，钱我拿走了，公司刚起步，今晚我要去陪客户，不回了。随后是一声重重的关门声。陈瑶愣了一下，对着镜头勉强挤出一个笑容。看见没？这就是顾晨哥的事业心，新婚之夜都要去陪客户，难怪上一世他能成首富。视频挂断后，陈瑶又给顾晨发了好几条语音，问他什么时候回来，还发了几个亲亲的表情包。但直到深夜，对话框依然一片死寂，顾晨连一个标点符号都没回。陈瑶盯着手机屏幕，心里隐隐有点不高兴。